这是第3场积分赛的餐厅，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惊喜。干嘛？肯定不是来帮忙的。让他们2个自己组成一组，变成第5组。2个厨师真的会1+1大于2。我希望我们这次的营业额可以排在第1名，我对我们自己很有信心。干贝好贵，管它，我要点干贝。现在很难选。龙虾冷汤面的是最后一个是5、6，海之3位11。那第2道的话，其实原本预想份数没有这么多，可是没想到多于自己的预期，然后加上这一次菜设计其实比较复杂，面要炒，然后要煮一个酱，还要煎龙虾，然后还有炸海胆，然后最后摆完上面再放鱼子酱。就我发现这样的组合方式，我一个人后来要出8道以上就哇，整个就是说到一个歪掉。我这边可以上菜了，我帮你刨 cheese。哦，差一点跑到你了。对，你需要吗？不要，不用。小姐你好，帮你上一下你的小费。哦，来评个分。小姐，我怎么那么厉害？你看，我有逃不过我的手掌心。抓到。您的黄金焖鸡来了，非常澎湃，非常澎湃。对，然后我们这个酱呢，它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很解腻啊。看你是要沾或者是淋都可以。那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还有1大桶哈，师傅调的超多，因为他怕大家很腻，可是又想要表现这个酥脆的感觉，所以如果不够跟我说，好待会帮你们做解释。我是温酒的，好，那先确定晚上是杨兄。谢谢，你的有葡萄吧？意思？哎，还有生的，我也可能让它变熟。哦，看这真好，我们煮出反应。谢谢，好，谢谢。不好意思。Jessica，有一位客人他说不吃生的，不是生的，对，那它要再熟一点。对，他说可以熟的。可以。好，谢谢。她是孕妇，所以她进来的饮食禁忌，她是有写说注明不要生食，解读都是说可能不要吃像沙西米啊，就是这种全生的东西这样子。这方面在帮她处理的时候就花了一点时间。请问是哪位想要再熟一点？我想要就问说，因为他刚刚有问我们熟度，所以想要了解一下，说他这个是可以调整熟度，也没问题，应该是没问题的啊。我先他的是纯阳，Jessica 那个 A2 客人他说他想要改5分熟，可是5分哦，他觉得太生。哦，好，可以。然后各位亲爱的鸡母鸭，如果有点到这个黄金嫩鸡的鸡母鸭呢，看一下你们前面非常澎湃。我们这谁永孝主厨的这个嫩鸡，为什么叫黄金嫩鸡呢？我们这黄金嫩鸡它就是放养120天以上，不会催生它，然后它要怎样就怎样，然后这个肉质非常的鲜美。那为什么叫黄金呢？因为很久以前有一个黑羽鸡跟一个红羽鸡黑跟红因到社会的塞金娜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呢培育出来呢，这个有2边的基因。因为黑羽鸡呢，它是吃起来比较 Q 弹的，比较有口感。那红羽鸡呢，它吃起来是比较细嫩的，所以2个加起来呢，这个黄金鸡继承了2边的这个优点呢，非常的肉质这个恰到好处。如果你听到这边觉得羽西你太油了，那不用担心，我们的寿司里面有柠檬，非常解腻。然后这个寿司呢有东南亚的味道，让你吃一口就觉得飞到东南亚度假。以上就是我的报告。笑什么笑？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主餐，我们chef为你准备的是春鸡3重奏，那有3吃。那第一吃是我们的浓缩鸡汤，那它是用春鸡和那个蔬菜去浓缩它，然后萃取它的精华。第2吃是我们的主角，烹调的方式是选择是用炸的。那炸的前我们必须得用我们的鱼露和红椒粉去给它 massage， 让它的味道可以吃进去。旁边配上的是它的这个大蒜优格，算是一种 aioli 的概念但是没有那么的浓稠，让这个主餐可以有温润的平衡。那第3吃就是我们的鸡皮鲜贝。
那鸡皮鲜配是取鸡皮取下来，然后用低温把那个油逼出来，逼出来之后压制拿下去炸，口感是有香和脆，让我们的主餐有完美的收尾。我是跟思凯师傅搭档一组的，我叫 Jeff。那今天大家点到的美国顶级牛小排，这个牛小排是由我亲自为各位准备的。那这个牛小排呢，我们是用低温烹调的方式，用69度18个小时，所以今天每一个人吃到的牛排它都是熟的，所以不用担心有熟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出餐的时候，透过炭烤的方式来增加香气，底下配的是烟熏洋葱泥，还有我们精心特调的牛骨肉汁，旁边配了一点带有微辣还有酸甜的一个 chimichurri， 是阿根廷青酱。那旁边配的是四季豆，比较解腻，上面旁了一点 Parmesan cheese， 还有一点蒜酥，希望各位喜欢。今天很荣幸呢，为您带来由 Jessica 主厨的海陆双骄 Surf and Turf。那 Surf and Turf 呢，它是在美国餐厅非常经典的一道料理。那它是可以同时吃到 surf 海鲜跟 turf 陆地上的料理。那这次陆地上的料理呢，我们选择的是来自澳洲的古饲牛菲力。那菲力它是一个牛只，它运动最少的部位，所以它肉质尝起来是非常的鲜嫩。那同时呢，搭配的主厨的黑松露的 Ju， 那以及呢，我们海洋的选择是来自鄂霍次克海峡的北海道香煎大干贝。那同时呢，再配上我们来自台湾在地的水田芥。那水田芥呢，它的口感有点微苦微辛，所以更能衬托出这干贝的鲜甜口感。那对于不吃海鲜的客人呢，我们选择的是宜兰在地的樱桃鸭胸。那我们是用风干熟成的方式，让它表皮可以更酥脆，但同样鲜嫩多汁。同时呢，增加干贝的分量，让您可以一尝海陆的顶级美味。在食用的时候呢，建议您可以先尝干贝的鲜甜，再到我们牛肉的浓郁。希望这道料理呢，可以成为各位今天美好的专属时刻。好，那也谢谢呢，我们各位宾客来点选我们郑纯豪主厨特别为大家制作的海味3只佐优格柚子胡椒意大利面。这道料理呢，是以经典的奶油海鲜意大利面来去做灵感，选用波士顿龙虾来去做主菜，奶油来去干煎，逼出香气。那意大利面的酱汁呢，则是用虾壳来去煮成浓郁的酱汁。那在我们的两侧呢，也有搭配主厨的隐藏菜单，我们的炸大叶海胆。那最后也拌入了优格，以优格的酸来取代柠檬的酸，那也为大家带来截然不同的料理。谢谢。开动。Bon appétit！ 觉得这汤很好哦，浓郁的鸡汤，但是它的那个葱加的很多，让它的弹性。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鸡汤，鸡汤的口味非常的浓郁，因为加了虾夷葱又非常的清爽，那个汤真的让我觉得非常好喝。哇！就如果480吃这个，我觉得 OK 啊，很 OK 啊，很超值。就我一切开那鸡肉，它完全不油，不是炸的那种油，然后它也不干，很适中的湿润，所以我觉得哇，让我很意外。我就毫不犹豫给了他加30%，划算。我说这个要咬好久，咬很久，真的要很久。看你先咬，对这个有点失望。我也是。然后吃起来是厚实。主菜的部分的话，我个人稍嫌失望。口感上面的话，因为是4股牛，所以我的个人这一块刚刚好的筋咀嚼的东西比较多。我会减30%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好同桌的也是点同一道菜，我们发现我们的肉的熟度不一样，我觉得稍显可惜。Jessica， 你还有个客人的主菜还没上，对不对？因为他要吃全熟。OK。顾客就是有等了蛮多的时间，我就还问雨熙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好，你先问他有中式的茶跟花果茶，有没有需要？好。不好意思让你久等，我想说你们先喝个茶，有中式的茶或者是花果茶，先帮你送上。好啊，花果茶。花果茶，好，那请稍等一下。好，那花果茶好像也有2个口味，等一下告诉你有哪2个。谢谢。好，谢谢。
这是个谢谢于西，必须的，而且刚刚蹲下来的感觉很好。对，那还好，就是于西有跟我讲这个，所以就可能让他在等餐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可以跟他的朋友就是聊一聊天。哦，那这个是野莓，因为刚刚有另外一口还有肉桂比较刺激，所以我就选择野莓。好，谢谢。谢谢。口味跟熟度都还可以。好好吃哦，这个好好吃哎，这个。好好吃哦。第一次吃到这种印度的意大利面，就是以前过往吃的意大利面通常是比较软烂一点，就是比较软，但是它的 Q 度是刚好的。这一道我最惊艳的应该是那个炸海胆，我觉得那个炸海胆它外面的那个酥脆程度蛮刚好，但是吃进去又可以感受到那个浓浓的新鲜海胆味道，所以我很喜欢。因为它有龙虾，然后我很少吃到龙虾加意大利面还有优格的组合，然后我觉得很惊艳，就是我连酱汁都不想放过的状态。确实吃不出来是优格，对啊，就很像一般的柠檬白酱。可是白酱会腻，对，这不会。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来，好，请慢慢享用，谢谢。哦，可以。太快了啦！你们这么急着打甜点，真的煮菜会吃很久哎。你要吃啊？吃一下 quality check。quality check。That's a good check。哦。哦，出门一点点亮，超好吃的，妈呀！哇，好爽哦！你用这个水蜜桃真的是过分，然后拌。哦，下面都是水蜜桃，它的冰淇淋还有很多东西。那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呢是长野的水蜜桃冰沙。那这个甜点呢，在上面可以看到我们挖了一球这个冰沙。这个冰淇淋最主要呢是由优格跟燕麦去组成的。然后底下呢，我们放的是长野的水蜜桃，还有我们用水蜜桃打出来的一个泡沫。最主要呢就是给各位有一个很完美的 ending。去申请耶，请先看，让我开始吃。如何？好吃，还有燕麦，我喜欢燕麦。哦，真的、哦。这边可以上吗 ？OK， 我都可以上。对。很好，为你手上这个看起来不错哦。Oh my god！ 就是我一直对我刚才是犹豫这两个。各位嘉宾午安，那很荣幸呢为您介绍Jessica 主厨所带来的台湾无花果千层派。那这道甜点的灵魂呢，就是在 Jessica 主厨他用了法国的顶级奶油所手工制作的千层派。那内馅呢，我们糅合两种风味，一个在上层的卡士达酱，另一个呢在中间的内馅呢是有优雅茶香的铁观音慕斯。那同时呢，我们在上面用台湾的无花果，还有蓝莓，还有风干的草莓来做一个点缀。谢谢大家选择我们的餐点，请享用，谢谢。像甜点哦，哇，稍后也会来为你们做介绍，可以先享用啊，谢谢。它是那个热狗外面的那个好酷哦！借我拍一下，这道好酷哦。Hello， 那我们现场的各位宾客有点到我们季节限定水蜜桃雪落佐无花果乐狗的宾客，主厨选用新鲜的水蜜桃打成泥，制成雪落，搭配一旁方块状的乌龙茶冻，另一部分则是主厨的童年夜市回忆炸热狗。不过这次呢，主厨将我们的热狗以无花果果肉来去做代替，那旁边呢，则是我们的新鲜的无花果果干制成的英式果酱。最后，在我们的旁边呢，有叶片造型的饼干的脆饼，是我们的主厨利用剩余的蛋白质烤成猫舌头饼干。上面呢也撒上了抹茶粉，
增添了许多清爽的风味。也祝大家用餐愉快，谢谢。其实我真的吃不到无花果的味道，都是热狗皮的。那无花果没什么味道。对啊，就全部都整个一口就热狗皮啊。没有想到是炸热狗。对啊，我也没想到。我以为是一根呢，我以为是这热狗。里面包无花果到底是为什么？感觉就好像是随便一个东西包进去。最后的无花果热狗就是在想象之下，无花果是比较没有重口味的，它是带有一点草味，就是要么就是我会觉得那个热狗的面皮可能要再多一点糖霜，或者是多一点调味的处理，我觉得会更好。Chef Wu的最后的一道菜，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叫做白子麻婆豆腐，那个灵感来自于川味麻婆豆腐，然后里面融入了鳕鱼白子，让它有鲜含辣的对比。作为最后一道菜，想要让你的味蕾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画下最完美的句点，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用餐用得很愉快。如何？就是符合。还可以第一次吃，符合没有想象，但是吃了之后觉得很不错。然后有炸弹放进去之后，我觉得很刚好，很好吃。Right, OK, good， 谢谢。其实大家都会选甜的，但我选咸的，就是我蛮好奇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有符合，就是当时胡宇威跟我介绍，就是希望我们在离开的时候，就是感觉我们吃第2道吃不饱，然后可以吃第3道。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第3道我现在打嗝都是那个味道，我觉得蛮满足的。胡宇威有跟我介绍说他是做铁板的 chef 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会想要去他现场他的厨房，然后吃他一整套的餐点。各位亲爱的鸡们呀，大家一边吃一边听我说，不用抬头看我没有关系。点到了这个生巧克力樱桃脆片塔的朋友呢，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巧克力呢是来自法国72%黑巧克力。那这个比例呢，吃起来苦甜的 balance 是非常好的。然后中间有一个 ganache 是法语里面的笨蛋的意思，是相传在19世纪中期，法国的乡村里有一个学徒，他在做巧克力甜点的时候呢，不小心把鲜奶油倒进他的巧克力里面，所以整个就变成狗狗啊呢。那他的师傅进来看，就觉得天哪，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可以做错 ganache。那没想到这个滑顺的口感哦，意外的受欢迎。那所以呢，从此呢，我们就叫这个甜点叫 ganache。我们的 ganache 是有喝酒的 ganache 哦，喝了那个高雄甲仙当地的梅子酒，整个这样子吃起来是一个有大人的氛围，但是呢，酸甜的内心这样的一份甜点，很高精致，对，很高级。它里面有酒对，有，对，哦，这个很好吃。这个值得加30，值得加30，很有满足感。这个饼干要加这个酱吃。我觉得甜点非常非常好吃，就是我觉得那个生巧克力应该是我今天吃到我觉得最满意的。它有酒味，它酒味其实蛮浓的，但是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那它跟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很搭，加上那个樱桃，所以我觉得那个组合是今天我觉得最好吃的。生巧克力赞。大家期待今天会获得多少的营业额吗？不期待，不期待，OK， 好，我们今天呢，所有的我们的团队们所加起来，我们所收到的营业额呢是75446元。今天呢，我们的返场厨师在前菜的部分呢，我们被点了6次，主菜部分呢，被点了10次。那最后的末传呢也不错，点了9次。所以呢，他们在这分超多的。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服务组有拿到了18个人的10% 的服务费哦。分给我们一些吧。OK。前菜的部分呢，这6次里面呢，总共有4位贵宾认为你们的菜超乎预期哦。那有2位呢是给我们符合标准。那在主餐呢，因为我们被点了10次啊，那在这10次里面呢，有4位贵宾认为超乎他们的预期。好，有2位的贵宾呢认为刚刚好符合他该有的价位。好，那有4位的贵宾呢，
觉得好像跟他们所期待的有所落差。对，这个方面呢，我其实内心有蛮多小剧场，可能各位不知道，我们这一盘牛排卖了480块，我们的成本是420块。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思，手切的阿根廷青酱，烟熏的洋葱泥，还有熬了20几个小时的 gravy， 最后再来一个炭烤烟熏的，慢炖了18个小时的牛小排，你还有什么好嫌弃的？好，那最后呢，这个末传的部分呢，被点了9次嘛，给予你们更高的回馈，跟维持一样，以及觉得还可以再更好的，都各3位。这样子平均下来，其实还不算太差啦。希望我们喜欢的比不喜欢的还多，那我觉得这样 OK。对，杰夫跟思凯组，就是他们的收入呢是9746元。好。班长厨师就 Jeff 跟思凯他们的成绩比我预期的少。他们的定价太低了，低于市价。虽然面对这个低价销价竞争的威胁，但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有那个价值，然后服务有到位，那客人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我们要是当时每一道菜都有落在500块钱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样会有这么多人点，就只是我们的可能策略就是比较有点错误啦。我们这些厨助们在外场有帮忙 support 到多少服务费呢？我们的 Tina 呢，她在31次被点到的几率里面呢，她被拿了21次，拿到10%的服务费。哇，你点了31次。羽西，我们26次的服务里面呢，有24次拿到了服务费，很棒很棒。26人次里面24人次的数字，我非常满意，然后也非常感谢客人们。羽西表现很棒啊，很好啊，然后为我争取了24次的那个服务费嘛，10%，对啊，很棒。全耀，好，我们这次服务了25次，有15次也帮你加10%的服务费。这想一想，这算起来。这样乘起来是不是我只有60分？但就是没有帮 Jessica 就是再从这个积分去拿到的分数，是觉得蛮沮丧的。因为我们今天服务了12次，你满足了所有人的所有100%，对，没错。是100%都满意的，然后都有给这个10%的小费，我觉得很感谢他们，非常感谢每一位。我们希望下次呢，可以看到大家更好的表现。好，谢谢大家，今天大家辛苦了，谢谢。因为今天的单量自己一个人出，其实真的不够好，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没有达到其实预想中的分数，因为毕竟这一场是人最多的一个状况，真的蛮可惜的这样子。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像变数还是有一点大就还要再看最后一集的大家的表现怎么样了。反正还没结束，所以就是尽量加油嘛。我觉得，其实我非常喜欢永孝师傅的料理，我也蛮希望他可以夺冠的，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料理、中式的料理是有很棒的一面。最看好谁哦？我觉得纯豪应该会是那个冠军之选，我觉得是他。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美食之都台南。这里呢，小吃非常的有名，美食也非常多，所以我们特别选在这个地方当我们决战的地点。经过了前面9集的淘汰赛，还有第2阶段积分赛，这样算我们录了大概快4个月了。有没有谁后悔来参加这个节目？这么多？为什么后悔？什么意思？这次在台南，你从高雄开过来1个小时而已呢，他们都开3-4个小时呢。才一次而已啊。你搞不好你就把100万报回去啦。为什么？为什么？也不后悔啦，就是蛮开心的嘛，也是一个经历啊。对啊，也谢谢大家，就是蛮值得的。为何嘞？说实话。妈。你刚刚是讲
我都蛮开心，我想说是讲脏话吗？就蛮开心的，最后一集了，对啊，终于就要结束。你有没有中途想说，算了，我干脆随便做，然后放弃，就回去餐厅里头吹冷气就好？每天都这样想。不能再随便喝酒，对，不能再随便喝酒。谁要嘞？后悔没有早点来。后悔没有早点来，你讲得出来，求生欲很高，但是你应该学到很多，对不对？对啊，像我太太都说做菜变好吃。耶，所以你现在会煮菜给老婆吃，对，好棒哦 ，Jessica， 唯一一个女厨师，对，挺到现在。想不到，其实，在那么多的关卡中，包括我们很多主厨来到这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很多的建议或者是批评都好，其实这些都对你们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帮助，对不对？其实很珍贵啊，真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客人也不见得会给你那么直接的回馈，但是在这边评审等等，我觉得学到很多。雨熙，你变化好多哦。你对，跟变化球一样。对啊，但是我觉得很难得的机会是可以跟在厨师身边，因为其实厨师的世界是蛮严谨的，对，他们 training 的过程是非常严谨。对啊，那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就是你用一个这样的状态来他们身边学东西，然后做错还不会被推头。对，我会觉得就是很珍贵啊。Ricky 嘞？Ricky 是太酷了。中间这有一度真的是不想比，因为像我们都还要经营餐厅，然后像我都是休假的时候来，所以我已经3个月没有休过假，就是刚好录影都是我休假的时间。然后就是跟我太太2个人这样下来，然后所以中间真的有一度觉得我真的不想比，因为真的很累。然后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我没办法端那种我觉得不行的东西出去，所以真的到后面会觉得压力很大，那个菜就觉得自己好像总觉得差一点，可是要端出去那感觉真的是很挣扎。对，我以为嘞，我最后悔，你最后悔，集数太小，场次太少。你很棒，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最后一站了，不可能，太好了，再多一点挑战会更好。我们店有缺人，我们店有缺人，我要报名，我们店有缺人哦。不过真的很不容易，跑到了最后一站这样子。这一集就真的是定生死了。尤其今天，因为呢，我们每道菜呢定价是在1000元左右，会有60位宾客。在正式备餐之前呢，我们先去好好享受帕奇里的美食吧，一起走。来 ，Go！ 先吃一顿再说啦。怎么样？吃得下吗？先吃再说才有力气的。来吃东西啦！这里就是台南美食餐厅帕奇林，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安平航海城的主任威仪。Hello， 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南这边安平航海城所经营的帕奇林台南美食餐厅。其实我们餐厅呢，就是使用台南的在地食材特色。大家转过的话，我们现在这边展示的就是我们帕奇林餐厅的一个重点项目，在于现点区现点现做的所有餐点。对，尤其是像我们台南最知名的大家众所皆知，可能就是牛肉汤，或者是现冲牛肉汤。现冲牛肉汤，没错。还有小卷米粉，还有海产粥。小卷米粉我会做，你的第一次菜，小卷米粉。我可以检查它做的好不好。那接下来让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看到上面一个黄色灯光所映衬下来的食物区的话，就是我们提供的炸物，像虾卷。这里老板很可爱，很想把台南最好吃的东西端出来给大家吃。对，因为他就是希望说把台南的在地特色引荐给其他县市的游客一起来做品尝。好，那么大家可以入座啦。谢谢。威仪，我可以问一下吗？那边有铁板区，是现场会帮我们处理铁板的东西吗？对。所以换句话说，为了你如果想在这里弄铁板的话，其实那里就可以处理了，对不对？对，这边可以。他是很厉害的铁板师。好，真的吗？对，谢谢。赶快去吃东西。东坡肉，耶！还有一个牛肉汤。我想说，欣姐，如果你点铁板区，我就要换装。我在这边捏握寿司。我们3个刚好1人1区啊。站在板前。对，切生鱼片啊。刚好因为这一次可以使用到铁板，几乎第1道到第3道都是由铁板会辅助去做料理。酷。你点什么？西瓜米。你真的点西瓜？但是其实我觉得台北没有很容易点到这个东西。对啊，我没看过有这个西瓜棉，尤其好像是西瓜女王，它第1集
我记得棉西光，对，这边我有查过资料啊，它好像是在地美食跟国际元素的结合，全台湾唯一的台南小吃吃到饱的 buffet。是老师说它的酱油膏很甜，真的假的？连这个牛肉饭也是甜的，有它的那个肉燥也是煮比较甜一点的，对，真的是甜的好有趣哦。是只有台南还是台南好像最甜，高雄好像还好，台南好像甜。大家对台南的美食很多饮食文化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甜，但其实我问了很多台南的朋友，他们的甜其实分不同的甜。以菜来说，他们喜欢吃咸甜，那个咸甜不是说真的加很多糖，他们其实是比较喜欢尝试的会是蔬果带来的甜。我3道菜的甜味的来源，绝大部分都是从蔬果来。我把这一次设定的东西都是以我们南部为主，就是酸酸甜甜，稍微辣辣，因为南部天气炎热，其实吃这种东西会比较爽口的。然后就是食材也都是用我们南部的海鲜。其实台南人对于在地的食材还是有一个特殊的情怀，就如果你用他们的食材，他们超级熟悉，可是你又没有做出什么令人惊讶的表现，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这次没有想太多，可能唯一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吧。来都来了，就想办法把100万带走吧。希望我如果拿到了，我整个就跳起来了。对。这备料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就是要面对地狱了。你等一下帮我煎肉，这个5方，对，然后我先把这个鸡汤倒进去，四面八方都要煎，都要煎，煎完稍微放凉之后，就要来绑绳子，然后就来卤。酷。第1集是跟宇威，我最后1集也是跟他，就是有头有尾啊。有拍比出来了，有拍比出来了。因为已经前几集我们合作过很多次，那其实彼此对在做菜的节奏、习惯其实都很了解。我觉得优势是默契。好了，这个也要铺平吗？对。这一次的最终战，回头跟老战友 Jessica 一起。然后我觉得非常巧的是，因为胡宇威也跟他的老战友 Ricky 一起。我在这一整个比赛当中，我自己的算是那个逆转，是我们2个女子双打，全力以赴的2位女孩，你们的成绩在这次的评审中是第1名，恭喜你们安全了！对，想来想去，我就觉得很有缘分，就是好像注定2个人要一起迎接最后一战，就是有一种真的跟老朋友回到厨房一起工作的那个感觉，很好笑。一边唱歌就切完了，很好，可以跟胡宇威他们的兄弟组正大光明的 PK。哦，这个肉很漂亮，当然。肥瘦适中哎，对我特别修的，太漂亮。台湾黑猪真的是很香哎，真的超香的啊！台湾猪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台湾猪很好，很好吃。这看起来没有减少。一开始我就是先用那个蒜片，先在一个蒜头的地狱里面，因为我一直都蛮怕那个跑道器，因为那个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会刮到，对，所以就刚才上网找了一下，看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那就这样哦，就是这样，就发现没有，那个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继续加油。说起削的和甜和面。那还有几盒呗？我切了哪里啊？你还有差？哇！最后1集又刚好在安平这个地方，那我就想用一个板的台湾比较经典的板的文化来作为我的发想的 idea， 所以我的菜3道菜都是中餐，然后都是板的会出现的
菜。但是呢，不只是一位想到板豆，连另外一位也有想到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跟永孝撞菜，哦天啊，撞就算了，但是我们撞的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鲍鱼配五味酱，然后他原本也是要做蛋黄中卷，然后我是蛋黄软丝，然后他后来没有做，他用冰卷，澎湖的冰卷。然后另外一道就是萝卜乌鱼子，然后他多一个醉鸡。他3个口味，我4个口味啊，他贵了我8块啊。我便宜了才8块，所以我应该会比较有优势啊。撞菜真的是哦 no， 哎，但是我们现在撞菜，跟永孝撞菜，有要做什么调整吗？也来不及啊，来不及。第一道的话是一个3拼，台湾的板的文化里面，第一道一定基本上是拼盘。那第二道的话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东坡肉，然后我们搭配了一个台南这边很传统的一个年糕春卷。第3道的话，我这次就不做甜点。第3道我做一个很经典的闽南的汤，就是佛跳墙。我用南瓜的甜加上食材的鲜，吃得到它的鲜，对，完完全全也吃到它的糖，对。回到南部嘛，然后就是比较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然后南部也比较盛行就是这种半桌菜嘛，像我做的第2道就是龙虾嘛，其实就是类似新加坡辣炒蟹的口味，酸酸甜甜，稍微辣辣，因为南部天气炎热，其实吃这种东西会比较爽口的。第3个末端就是用了我们东港的黑尾鱼，吃到我们南部比较有特色的海鲜。你要从今天开始慢慢熬炖吗？还是明天？今天熬一次，然后让它冷却完了，明天再加热再熬一次。今天熬完是让它稍微软，然后主要让它味道吃进去。那你没有让它休息1个晚上，就是它就是味道会吃不进去。我这个也不能太紧，对，不能太紧，要挺得刚刚好。哇，好啦呗，好了，你蛋花麻看好无？你做的哪唔好？我来蛋花麻，这是较港，我无用较台式，这较我港式的啦。因为咱台式迄个姜较重，啊，这我较无爱用较重。会使啊，会使，会使。哦，对，你几个？利息应该我，好，我啊。好，那我来做咯。好啊呗，啊袂啦。我来到8，我马上8啊。啊，你唔刚才讲咧？我刚才来。你唔知我白这是1流的吗？我唔知，你唔帮我看。1流哦，来，这个。没有啊，这个不用剪啊。哦，帅，交给永孝。我会拍蝴蝶结了。你唔知是我专门科，要多少甲我叫我早就拍好啊。我咋讲？明较早讲的。然后来取外场。没人。给我得100万，永孝应该会很。他会说：“你老师也炸菜了，我还救你。”花比较多时间是佛跳墙跟东坡肉，因为它前置作业的需要工序比较多。其实我是做中餐出身，学北方菜的时候，其实很常跟师傅去外面做外汇，板的什么，其实我对那些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大概知道板的是怎么做。加上我会设定板的，就是考量到我自己一个人出餐，板的是相对容易出餐的一种餐饮模式。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它东西蛮多的。这就为什么每一餐都订那么贵。你要就是真材实料跟都是手工。对。就算困难什么的，还不是都不是困难。说困难的话，你走就被踢出去了。这个全部对，这3盘全部都要切掉。好 ，OK。怎么做啊？这千层，马铃薯千层，所以我每一集都在做马铃薯泥，马铃薯进化史，煎牛排马铃薯泥。那你的马铃薯呢？马铃薯还在蒸。哦，你用蒸的方法。它怎么停了？想要看那个很好的那个马铃薯，对，马铃薯还在煮，还有几秒？只剩30秒了，30秒。血肉肉大概，好，觉得好吃的。我终于在那边做成了马铃薯泥。
今天Will主厨他的料理也是非常的繁复，就是每一个前菜、主菜、末传都不是很轻松的，都是功夫菜。我们其中一道料理里面，然后他会用4种不同的马铃薯去做。我也没看过马铃薯刨成丝，然后卷在这个虾上面。因为Will师傅想要做一个就是台南的虾卷黑更，比如说像电影的菇味，它也是用黑更来就串接整个电影的一个主旨。所以黑更对于台南的乡亲，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觉得，这个很特别。然后用马铃薯丝，我相信应该没有人看过这样子的料理。我先卷45只就好了，我怕60只太累。我觉得是陈耀辛苦，因为陈耀跟到。刚好那一集的那个秀都做得很早这个空，我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次Will他下了很多功夫，我们每一道菜的工序都非常的繁复。他不是说不认真做，我不认真做成这样。你这种就是乱过我吧，书不读书，然后考100分的。我想是最后一集了吗？就让我认真一下。这一次会设计这样的菜，最主要其实是因为可以用比较高价的食材，或是比较精致的方式去呈现，可能虾卷啊、棺材板，然后夜市牛排。那最后一个的话，会是铁板的，全部都是热甜点，它有点像纸张的酥皮，对。就是我做油条外面那一层没做完那一层，就是那个失败。刚好这个酥皮也是我有一集时间的味道做咸饭团的时候，外面包油条就是用这张酥皮去做。可是虽然那一集蛮可惜就没有做完这样子，当然就不是会特地选这个东西，而是它对我来讲在比赛的时候要呈现我觉得更好的价值感，它是速度比较快的。这一次的备料因为份数备的还蛮多的，所以会备到非常晚。目前进度应该有10%吧，可能今天会到2点。刚刚我们有试煎下去之后，哇，那咬下去它是咔吱咔吱，就像肉质一样很脆，所以整个吃起来是非常香的。所以我觉得明天的比赛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是可以逆转胜。你好 ，Hello， 你好，欢迎光临。你好，请问定位贵姓大名？定位大名，我姓陈。陈，好，来这边请。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来到出租站，一起的吗？一起的。Hello， 你好。哎，这边请哦。好，那边来。请问定位贵姓大名？ Hello， 你好，欢迎光临。在这边。请问定位是？没关系，没关系。这边酒桌。二弟的部分坐这边，小心哦。你好，欢迎光临。请问定位贵姓大名？好，请帮你带个位置，请问是坐大马3。你稍等一下。你好，今天下雨。有下雨吗？有啊，很大吗？那你看起来现在还可以。好，辛苦了，谢谢。先生，我们今天位置坐中间哦，哈。这边这2位好，谢谢。所以今天你是那个永孝的外场。对。哦，永孝的外场。大家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的名字是雨熙啊，然后呢是各位今天的外场服务人员。今天过来都还好，雨下很大，刚好现在雨比较小，太好了，希望吃完就天晴。没错，好，谢谢。Hello， 先拿走啊！不行啊，你们那么饿。那我要点。但这个非常好吃的，对你们
有开胃。我们在上桌的时候，就是我真的太饿了，所以我就有先吃它里面有一个凤梨酥，真的蛮好吃的。然后它是生源的凤梨酥，然后它是属于土凤梨酥。就是因为我平常没有很喜欢吃冬瓜块的凤梨酥，吃起来好像太甜，然后没什么凤梨味。然后这个凤梨酥就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就还蛮好吃的。而且它的重点是它是做的是圆的。刚刚有听工作人员说，就是好像这个老板说要做圆，是因为吃起来会有点笑容的感觉。你们看菜单了吗？看了，有看到喜欢的吗？你要暗示我们吗？我们不知道你是大家都很好吃，就只能跟你这样的提示，我不能再多说了。慢慢看菜单，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我看到了有咸蛋黄软丝，我觉得这道光名称很吸引我。第二道的话，我是选龙虾，因为在台南很少会遇到龙虾，所以想要吃到平常比较没有吃到的海鲜类。可是他写的新加坡，我就想说，今天不是台南主题吗？为什么新加坡风就不想点它？看了这个菜单，然后你打开来看，你看到东坡肉不会想点吗？我都没有注意到外面是东坡肉，没有注意到啊。年轻人应该不会想要吃东坡肉跟米糕啊。如果你看到这4个，你当然就是不会选这个。想说你都来这边花这个钱。对。我们刚才好像是凤梨冰茶那个大家比较想喝，因为有饮料。我是看东坡肉，你们怎么这样？那个感觉真的是蛮不错的，送饮料。觉得我就是想吃这个，因为它的是东坡肉，然后再加那个饭的春卷，然后它还有附一杯凤梨冰茶。那个是大家那时候讨论的时候觉得说，它那个有冰茶最划算，因为大家都很口渴。那个点餐都还好吗？而且刚刚不是说你会来帮我们介绍吗？我们是全部点完餐之后，然后我们会上菜才介绍。对，为你介绍说这个料理它的食材啊，它的烹调方法，猜是谁这样？对，没有，我觉得他取花园夜市就有点兜掉。他等于是说他把它写成夜市化，可是夜市化这种东西你就没办法升级啊。但我主餐还是点了花园夜市。我是想说，既然办在这，应该就会融入一些台南当地的食材，但是又会有期待，就是说不知道他们这些主厨们会发挥什么样子的创意。请问各位都点好了吗？点完了。点完了。哦，可以。本人很帅哦，真的吗？谢谢。希望能为您服务。前面我的第一个是海鲜拼盘，是烤生蚝。烤生蚝。日本人烤生蚝ですか？烤生蚝ですよ。不好意思，还有那个我的日文不好。中文可以哦，更不好。他从小在台湾，那你的日本腔很好。对，不是日本腔，日本腔。对，希望有机会可以为您服务。各位来宾，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有一位主厨爆单了。爆单了？对，因为他今天没有准备那么多的食材，所以待会会有4位宾客，由我们的服务人员去跟您在身边做点餐。那就是分量不多了，爆单。预算顾问，有熊就28人。28也少啊，不到一半。我都24、25。我也是25。有点紧张。谁的爸？在。Hello， 跟各位打扰一下，我们现在因为刚好爆单，那我们现在有在提供另外3种可以让你再做选择。你想知道什么爆单？会是哪一道呢？我觉得甜甜有机会，我觉得应该是大3种，不然就甜甜。Oh my god！ 太多了吧？是谁啊？对，哇塞 All right。OK。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上面是总数7、13、15、25，主菜16份，然后最后一个那个算了 ，OK。我们第一个出15份。非常不好意思，我想问，我这边还是有那个忌口的吗？刚只有1份，所以我是7份里面其中1份做成完全不奶的嘛？对不对？好，没问题。那我再统计一下，6、8、12、15。等菜单要出来的时候，
当然是很紧张啊，就觉得说回到南部了，然后我们用的南部比较喜欢的口味啊、方式啊来做，是不是会得到今天来的客人他们所喜欢的味道嘛？就是期许说，多一点，多一点，对。然后后来出来真的是没有失望了。因为永孝真的是哇，他这个每一道就被点爆。Anyway， 我们还是努力争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看把菜做好，是不是客人可以给我们加30%，对，还有机会。西卡要跟你对数字吗？对。好，忌口的话就是2H 是微辣，3A 不辣。OK。孝哥，迄个前菜餐具你要用对几部分？叉子、筷子拢无紧，嘛是咱用汤匙啊，伊若要酱汁行会老的话。好 ，OK。然后就是点海味千层，对。好，帮你送上餐具。你好，点海味千层，海味千层3重奏，对，帮你送上餐具。哇，你还有助理呢。助理啦。啊，谢谢。是。来。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安心养服务。今天我就是安心养。原来就是你。来，不好意思，新雅帮你服务哦。王先生您好，您点的是我们的这个前菜对吗？那您的惯用手是右手。右手。好，那帮您上餐具。再用这个 GR 的林小姐，您惯用手。我自己调记。因为我们有名单。其实，在开始准备的时候，我就看到雨熙跟他的外场服务人员说，就是要记住每一个顾客的姓名。然后我觉得哇。天哪，果然是决赛，出这一道也太狠了吧！郭小姐，60个人，然后每一个都要记那个姓名，然后我当下就说，好，那我也要来试试看看啊。然后就我跟我的外场服务人员怡姐，就是她很好，她就完全帮我手写了一张，就是里面都是每一个顾客他桌上的姓名这样，然后就给我，我就真的很感谢。可是，在上菜的时候，其实就是后来发现，哇，我好像不能走这一路，因为我顾不了那么多。好，稍等一下。好，谢谢。鼓掌的是啊。好的。嗨，您的习惯的手是右手。给你还帮上餐具。但是这个真的要夸奖，因为只有你有问惯用手这件事情，很贴心哎，谢谢，很细心。那个你想要什么时候出 ？OK 了。这是跟你聊的啊。这是雨威战队的食物。小心哦。这是 OEG 吧 ？OEG。对，谢谢。我是大3元。对。谢谢。好像那个在杀。对，再麻烦你弄一下，谢谢。来，这边是海威士冰盘，来小心你的水杯哦，不好意思。这边好了都可以直接上。好，不拿的稍微等我一下。这个可以。好，谢谢。你好，李先生，海味千层3重奏。好香哦。好香哦，很值得拍。来，请公司。它这个有精致的。Jazz 都可以随便拿喽。对，都可以。好，郑小姐，来，您的前菜热海鲜来喽。哇哦，您的餐巾是。来，小心后面哦，不好意思。来，你好，打扰一下。
那比起来卖相，我最爱这个，这超棒，我的卖相最差。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阿耀姚纯耀。今天真荣幸会当甲大家来介绍咱上个骄傲的料理。这是由来自台北的 Will's 铁板烧的主厨 Will 为大家带来的海味千层三重奏做 cheese mousse。那主厨呢，他是先选用了这个来自北海道的干贝，那我们是用这个极高温将近1000度的贝肠蛋，先把它炙烧，炭烧过后封住它的肉质跟香味。那同时这道菜的灵魂呢，是主厨他运用了马铃薯，把它加以做成3种变化。第一个是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名家用马铃薯的发丝把它裹上一层一层，那接着呢是层层堆叠的这个马铃薯的千层，以及我们绵密的马铃薯泥。然后最后呢，我们是用这个虾壳熬制成虾油来点缀在上面。希望这道料理呢可以成为今天主厨感谢各位今天冒雨前来的一个心意。那请大家慢慢享用。大家好，我是今天 Chef Ricky 纯豪的厨助吴宇威。很开心看到大家，因为最近的状况就是台风的状况，这个画家沙台风也吹不走，我们一起话家常，一起吃美食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个板豆。那我们今天前菜就是宝岛大三元，那前面你会看到的是一个软丝包入了咸蛋黄、豆仁和那个火腿，再来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日式手法慢炖的鲍鱼，搭配五味酱，最后就是萝卜天妇罗。那我们用萝卜放入高汤慢炖，再裹粉浆拿去炸，在旁边就是我们的焦糖什么叫乌鱼子，对，谢谢。辛苦各位贵宾了，在台风天这样子风雨交加的还过来到这边。那今天呢，跟我搭配的这个主厨呢叫 Jessica 是来自高雄，她擅长的这个料理呢是欧陆料理。所以呢，今天大家呢如果有点到我们的这一个老饕海鲜热拼盘的话呢，这就是来自杰西卡的这个料理。那它的调味呢是非常纯正的欧风，那搭配这一个大虾然后干贝以及生食等级的广岛烤生蚝，那相信大家吃下去会有一种好像真的回到大航海时代，我们正要起航。那作为这样今天的开场，谢谢。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来，我等一下会稍微啰嗦一阵子，但是我是想要先请大家先动用你们的筷子先品尝一下，边吃边听我讲解一下。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天是协助我们的厨师陈永孝先生。那帮大家现在上的这道菜是代表台南饭的特色，所以你们现在在上面看到的4种品项，代表着金黄色的乌鱼子，以及用绍兴酒腌制的鸡卷，再搭配我们姜末酸醋所调成的酱汁呢，配着一起吃的冰卷。还有最主要一个代表海中霸王的食材之一鲍鱼，它用一个特殊的酱汁带出那酸甜的口感。那这也是我们台南的代表元素，热情以及人情味。接下来就请大家慢慢享用哦。好，谢谢。而且我爱你。嗨，谢谢，我也爱你。拜拜。短丝加咸蛋黄跟火腿，这好吃，太好，香哎，乌鱼子吗？甜甜的。我觉得它的切的是蛮厉害。其实对他来讲说很物超所值。我也觉得，我觉得好厉害的，看起来好好吃。我来吃一下。你点对了，这个要加3花，这个有拜拜的感觉。真的。口味上都还可以，好吃。像那个虾裹这个马铃薯发丝。马铃薯，对，那是马铃薯，值得给那一只虾跟马铃薯加分。蛮让我惊艳的是，它的虾子居然是用就是马铃薯去做裹粉的，这个是有蛮让我惊艳到，然后整体吃下来也蛮清爽。2起可以看吗？这个超好吃，是香芋，它很甜的。前菜就是老饕海鲜拼盘，那个虾子就是它旁边那个酱跟番茄可以混在一起就很好吃，但因为生蚝那一个没有达到我预期，所以我是有扣一点点的，但服务费那个我是有算出去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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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够就打在推车上面。小姐，您点的是我们的纽约客对吗？对。好的，你要新的餐巾纸吗？不用，没关系。好，那我就帮您上餐具了。这服务很好哎。真的。啊，谢谢你在我面前这样子直接说。你看那些胡宇威本人没有来，哦，他在里面协助厨师这样，这样不能加10分。所以他叫他来特别按。妹呼啊！是多的吗？对，可以吃掉。好胖，好好吃，很好吃，好吃，酷。刚刚客人有说他希望宇威送餐，不然的话不想要给我们分数。我跟他说等一下就会来。好，等一下。对。好，那你有7C？哎，不好意思。Hello， 照张相好不好？可以，来。盘无够，嘿，盘无够，超崩啊！哦，咱目前讲食了了，你个菜比较好食。好啊，谢谢。我讲再有你啊。无啦。来，不好意思哦。它跟我想的龙虾不一样吗？不一样。我想要海边，这个好符合它那个酱很香耶。黄小姐，您的澳洲和牛纽约客来了，谢谢。我帮你说菜谱。好，谢谢。我的是有名字的。小姐，我最喜欢云溪的服务，因为他都会记住我们的姓氏，然后上菜的时候也都会就是在讲姓氏，然后还有说菜。你好，今天好丰盛哦，因为你的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谢谢。来，太大块了。这是故宫的那个肉形石块哦。要转圈吗？哇！有点太综艺了，不好意思。安心雅是要出道是不是？真的是哦，来抢我们的生意哦。有没有炼乳？炼乳吗？对，我跟厨师问一下。谢谢。你叫个，嘿，你那边让我练补中名。无啦，伊就是阮迄个龙虾，迄个食不食。今天就是一开始接到点菜单的时候，一看的时候有点震惊，就是我们前菜有7道，觉得可能还不错，但我们的主菜只有3道。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就心就凉了，就是怎么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们为了要准备比赛，我们备赛备到10点半，然后而且是很感人的是，我们可能快要做不完，就只有我们2个，然后纯豪看到了，他已经做完他的，然后还来帮我们，然后永孝在饭店听到我们在准备，他就说好，那他也过来，然后我们就全部一起准备。那时候觉得哇，真的太有情有义，太够义气，太感人了。但隔天这个结果竟然是主菜只有3道，那昨天就觉得昨天的心血真的会就觉得很可惜。您好，为您送上花园夜市。这就对了嘛。我很想要。这个很厉害耶，这超厉害。你真的是6万多了。那个真的为什么？为什么都便宜？你好，为您送上花园夜市的书上。很厉害耶。很红的啊。
这看起来这么赞啊！大家抢拍各位乡亲喜多大家好那接下来呢要为您介绍的这一道呢，是我们这个花园夜市的双重飨宴。那今天呢，Will 铁板烧的主厨 Will 把这个夜市的经典美食结合了法式料理的精髓，把它端上餐桌。那这个第一重呢，我们是先选用了来自澳洲和牛的牛小排，以及我们台湾在地市场的鸡腿。第一口呢，就让人豪爽的咬下去，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肉香。那第二重的飨宴呢，我们是将这个肉汁的精华呢融入了这个关庙面里面，用铁板把它炒香。接着呢，我们用物理油面包放入里面，那创造的是来致敬一个我们台南的棺材板。那希望大家吃这道料理的时候，我们拿假爸爸各一道升官发财，好运蹦蹦来，就慢慢享用。谢谢。其实我一开始有在犹豫要不要点棺材板，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可惜的部分是它的文案写的有点太弱了吗？就是可能不是它太弱，别人写的太厉害。后来看到那个棺材板，真的是就是比它文字叙述的感觉厉害很多，这一点都不花园夜市。对啊，那因为本身在台南太久了，所以这道菜的名字有点太熟悉，所以想说点别道菜看看。那实体看到它的样子之后，突然发现哇，没有点到这道菜有点错过，太可惜了。点到这个澳洲和牛的这个纽约客呢，就是来自我跟 Jessica 的厨房那平常有在外面吃牛排的朋友可能会知道，纽约客5盎司哦，在外面要在1000块以内的预算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旁边搭配的呢是非常费工，需要2天才做好的这个法式千层马铃薯哦。那最后呢，它旁边有一个它特制上面的这个花椒美乃滋，它不管是配马铃薯还是配您的牛排，都非常的有滋味。那因为这个调味料呢是我们 Jessica 的特长，它的专长就是调味料。那请大家好好的享用，谢谢。好，各位久等。现在我们来到 Chef Ricky 的主餐，那他特别为你准备的是秘制红烧东坡肉，而且他特别选的是台湾黑猪肉，它有脂肪，足够的脂肪却不油腻，所以是肥瘦适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脆皮米哥，那用古早味米哥去转成那个春卷下去炸，最后是附上我们的凤梨冰茶，这个很少见到的。然后它就是用当季的凤梨去熬成果酱，熬成果酱之后和那个茶叶一起冷泡。其实这道想要呈现的是古早味和 fine dining 结合，希望大家用得愉快，谢谢。来，在这边的话，接下来由我台南安心雅南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等下要用的陈永香主厨所精心为大家准备的这一个新加坡炒酸甜香鲜龙虾搭配黄金卷。它这个是使用新加坡所谓的南洋风味的酱汁下去做搭配，可以让你们龙虾肉吃起来的层次更丰富。谢谢。主菜那一个部分很好吃，所以我就直接多30%，然后跟10%部分。我觉得它这个是因为摆盘，它如果摆盘再好一点应该会好，但是因为它这个酱做的是好吃的。这个酱，果然还是要用手吃比较快。想要一碗白饭，马上白饭了。我从台中带上来，你等我一下。因为东坡肉真的太大块，那东坡肉本身是味道比较重的料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那如果有白饭，那应该非常好吃。那当然，它的那个春卷里面是饭，可是因为它有点炸过，所以那春卷的饭相对来说比较干。就是建议那个春卷就可以跟蘸酱的一起吃。对，蘸酱汁吃。雨薇他就建议我们去沾那个酱，那就是有变更好吃一点。那个汁沾的那个米糕汁就很下饭，然后那米糕就很像我们小时候我吃那种外汇炸的米糕，很有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主菜的部分我选择的是牛排，1000块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划算。那我觉得主菜最让我惊艳其实是它的酱汁，它有一个美乃滋，然后是有花椒的味道。我觉得整道料理我非常愿意给它比较高的价格去购买。它的酱很惊艳，它的酱汁真的蛮厉害的。
那个和牛纽约客，好像有点放太久吗？就是硬硬的。其实它应该是不如预期，但是我觉得它的材料可能比较贵，所以就还是给它中规中矩。他给算数对了，就原本会觉得好像还好，可是吃起来是很有创意又好吃。虽然他是说它是结合台南夜市的这种料理，但是它的选料都是就是非常高级这样，所以这道菜我印象蛮深刻。红上都还可以吗？好，我们38拿定了，真的太感谢了，感谢。我觉得应该是名字的关系。我们就查在这边我怎么会点花园夜市？哎，你要不要吃一个？口味还习惯吗？这个这个楼下应该是永孝主厨的，对吗？你再来一份。馒头啊，好啊，我去帮你拿。这几盘这边的位置都没有用到的哦。哎，没有用到了，你用过来没问题。好，借我用一下。没问题。爆单啦，师傅。永孝，你还有没有那个银丝卷啊？有啊。有客人跟我要1颗呢。他有没有那个？要买啊？小美要买哦，那个客人看起来比较凶，我不好意思哎。好啊，那边啊。一盒完要加哦。对啊，那边啊，那边。我直接用手了。好，那边有夹子啊。夹子。那你刚刚说要记得加我10%啊？应该是30%吧。哦，好啊，不是加你的，加我。对呀。来，夹给他。哎，花椒在这边不红哎。在这边不红。对啊。几份啊？9份而已。有趣吧？每个市场都不太一样。那我今天选择做花椒鸡汤，就是因为有2次，其实其他 chef 出锅都点得非常的好，但是就是这一次因为换了市场，它相对比我预期买的少非常的多。Well， 这就是这个比赛有趣的地方。今天突然主菜包单就那种感觉很好，然后做起来感觉就特别的快活。回到南部才是真正我的主场。我觉得蛮有趣的，像比方说永孝师傅他前面有几集的表现就还好，我觉得就蛮好奇大家的整个加点起来。那目前感觉应该就是永孝师傅，然后 Ricky 跟我，可能我们3个在积分上比较有机会。对，Will有点可惜，就是他今天的主菜没有点到很好。大家对牛排反应都超棒，我觉得那个牛小排还不错，对，那个品质本来就很好。对我来讲，就是我更重视客人真实他花钱消费的时候而得到的体验感，那个价值感。那他花多少钱，然后得到了多少的满意度？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都是从第2阶段开始比赛到现在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对，直接上就好，小心。OK go。对啊，然后等一下要加汤都可以加。OK， 对。好，我是6C1啦哈。OK。OK。开。好，开了，快点吃东西了。好啦，收工啦。好香哦！闻到香味。对啊，闻到香味了，很香。好，各位，拍谁吓到你们？就是我们最后一道菜叫做，其实是汤中之王佛跳墙。那佛跳墙我们是用老母鸡和金华火腿一起熬煮大概10个小时以上。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菜脯天妇罗，这个道很有意义，也是因为菜脯是来自于我们 chef 外婆传承下来给他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主厨 Ricky 文豪，他本身也是对炸物非常拿手，所以结合起来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然后再往下看就是我们的姜汁莲雾。然后这道也是他在米其林餐厅学到这个手法，谢谢各位。各位红警喜都要打给后，那接下来来介绍这个 Will's 铁板烧的甜点百汇。那是 Will 主厨将他铁板烧上面所有可以做到的经典的热甜点全部一次呈现。那我们可以首先看到的是我们这个 cheesecake， 那我们用一个酥皮，它叫做 phyllo。那 phyllo 这个词呢，在希腊文里面是叶子的意思，就是它像叶子一样薄。那同时这一道甜点呢，也是只有在台北的 Will's 铁板烧才吃得到。那还有经典的香蕉，还有我们手工熬制的红豆馅的铜锣烧啊，最后呢用香草的冰淇淋来加以点缀。希望这一道料理带给大家加滴滴火力大探钱，加滴滴火力好命好运来。那也希望这道甜点呢，可以为各位画下一个甜甜蜜蜜、圆满的美丽 ending。谢谢大家，谢谢，请享用。以为自己在过年啊，那个有点到我们花椒鸡汤的朋友哈，我输人不输阵。如果想要加点的话，随时跟我说哈，不用加钱，随时加点，好吗 ？OK， 请享用。如果有点到陈永教主厨今天提供的最后一个餐点，叫做东港黑鮪鱼海鲜黄金脆米汤的贵宾，你们细细品尝一下，因为它汤头其实就是使用8小时熬制而成的高汤做底。那我们为什么会选用脆米加入在这汤的其中？因为大家喝汤会一定要有多重的口感，所以使它汤头的口感非常的丰富。那今天也谢谢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餐厅享用每一道餐点，谢谢大家的到来，谢谢。很像去吃阿唐咸粥的感觉，这一大瓮。最让我惊艳的是甜品的铁板甜点，尤其是那个铜锣烧里面的红豆泥，绵然后又很细。我的甜点的部分是加了30%，又加了10%服务费，因为它真的是太出乎意料的好吃，而且价格真的很划算。好吃哎，它的菜脯是好吃哎，菜脯好好吃哦。末段是佛跳墙，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佛跳墙，可是我觉得最后的亮点竟然是落在那个菜脯天妇罗跟姜汁莲雾，尤其是那个姜汁莲雾，它就刚好就是把你今天全部的一个餐点做一个完美的句点。我今天的前菜是点了就是4样的拼盘，觉得没有什么惊艳点，所以我就有扣。那后面2道我都是给加的。美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我们的节目全新赛制，让不会料理的艺人搭上专业的厨师，总共经过了13集的比赛。那么在这里呢，非常谢谢一路陪我们走过的评审们，谢谢凯，谢谢 Charles， 谢谢。现在呢，要请到我们的参赛者，也就是我们的主角出场了。首先欢迎厨助们出场，雨欣、陈耀、胡宇威。撑到现在超强的，紧接着欢迎我们4位厨师出场。4位厨师，欢迎 Ricky、永孝、Jessica， 还有 Will。13集，今天就要见真小了，对不对？我们先来问问看评审的心得好了。从第1集到最后1集。走下来之后，发现所有的人，不管是今天在场的，还是说已经淘汰的各位厨助们或者厨师们，都是在一个非常有人情味、
互相合作、互相帮忙的状况之下，一直把节目从第1集走到最后1集。他们私底下其实都非常的好，对，而且就算比赛结束了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合作也好，或者私底下有一些互相的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节目对我来说非常好的一个意义。看嘞，首先先谢谢每一位工作人员跟参赛者，如果没有你们的付出，我相信不会有最后的这个成果跟结果。从各位身上看到成长，绝对有。1个礼拜就是要比1次赛，是相当密集的。没错。哦，这个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这个节目很大的挑战。8个字送给大家：真诚待人，用心做菜。7位参赛者一路到现在 ，Jessica。有没有觉得他们笨笨的，要教好难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他们都蛮厉害的。很多人其实平常真的很少机会下厨，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拿出就是十足的拼劲哎，可能比我们自己的很多厨助都还要努力，对，所以很难得。那所以他们真的有帮你们加到分吗？还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定得？不会，绝对有。心灵姐，绝对有。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们看看你们第1集有多可怕，真的很妙。可现在真的很厉害了，对。雨薇，你应该没有压抑自己会走到最后这样子，对不对？我是没，因为到最后他不压抑吧？他说下一季的话，我就会站这里。接下来这2位才是压抑吧？这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台南这样子？因为从一开始就是连马铃薯泥都不知道怎么做不出来，然后经过这个比赛做了各式各样的泥，马铃薯泥、红豆泥，对，然后到昨天我在用那个马铃薯丝包那个名下，都觉得跟马铃薯真的很有缘。但是在做的时候就觉得哇，我竟然可以现在做这个哎，我觉得自己就是很了不起。这一整趟，你的生命 get involved。对，然后我爸爸等了40年，终于等到我做菜给他吃，哇，很感人呢。对，这几个月的比赛中，大家表现的都很好 ，but 比赛都是安内，它总是有积分的高低。后面第2阶段的这样子比赛，我们发现积分的高低呢，除了你的总营业额减掉你的成本变成你的积分之外，我们发现就是定价的正负30%，其实影响非常大。对。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先把这一集正负30%的人公布一下你们的比例，好不好？有的人很厉害哦，有的人得很多，对，有的人拿正30%是蛮多。对，这一场正30%的比例 ，Jessica 15.70%，永孝33.77%，好扯啊！Will 59.50%，更扯，最扯在这里。Ricky 34.73%，这是加的30%，也有负的30%，就是突然觉得好像 CP 值好像也还好呢，也有比例念给大家听。Jessica 负30%的比例是22.40%，永孝17.17%， Will 10.97%， Ricky 16.2%。换句话说，在这一集里头，正30最高的是 Will， 负30最低的也是 Will。那么加总起来，前面的4集正负30一样，给大家了解一下，影响更多了。你们可以怼啦！他突然头昏，需要做一下这样。其实我看到我有点吓一跳。第2阶段的4集，正30的比例 ，Will 51.10%， Ricky 34.50%， Jessica 21.19%， 永孝25.26%。这个是正30，那至于这4集的负30的比例呢？
Will 4.83%。郑淳豪13.58%。Jessica 24.72%。永孝15.08%。所以第二阶段的4级，正30比例最高的一样是 Will， 负30比例最低的也是 Will。但是呢，我们最终还是要以营业额减掉总成本净利作为积分的排名。那我们现在就来准备公布我们这一季的冠军。先从艺人厨助开始。马铃薯没有熟的姚纯耀，小卷米粉忘了拿米粉的林雨熙。什么意思？要干嘛？要干嘛？我不懂。很抱歉，冠军是胡宇威。竞争我们参加。观众朋友，奏乐。我拿吗？我拿。很酷哎，这很酷。宇威，恭喜！哇，很酷，谢谢。胡宇威，记不记得你说过一句话？你说你如果拿过100万，就给陈婷妮。对，我们汇进去他户头了。谢谢你，谢谢。有什么感言想要讲的？哇，这个。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它是真的假的？这蛮哦 ，OK。那我觉得就是因为非常感谢，好危险，各位大家，也要感谢评审们，也要感谢每一位厨师。其实在，参加节目之前，我对做主厨还蛮有兴趣的，一直都没有时间或者没有那个勇气去真正的去那种类似蓝带啊的学，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刚好新厨之战有这个机会，我说一定要参加，真的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跟 Top 的厨师一起拼、一起努力、一起奋斗，也非常感谢他们。也是非常感谢总共10位的主厨愿意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的 recipe 给我们好好的学，慢慢跟我们指示。然后就是花了很多耐心在我们身上，我非常感谢。恭喜冠军胡宇威！也要谢谢我们厨助们啊，就是觉得真的是从第一集看到就是现在的你们真的不一样。然后从米粉炒那个米粉汤，到没有熟的没有熟的马铃薯，对，然后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就是大家都是经历的。我希望我在这一路上有威胁到你。有，威胁到你。有，太好了，那这样就满足了 ，nice。最紧张的来了，要来了吗？来了，你要讲了吗？来了，冠军是其实你们每一位都峰回路转，前面3集其实你们都有在第1名排选，我来念一下好了。在泰瑞的时候，第1名是 Will， 大三元第1名是永孝。清新第1名是郑淳豪，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加总4级的积分，冠军是要来了吗？来了。你要讲了吗？来了。没有卡了哦。不用卡。OK， 好。冠军是陈永孝，恭喜！也要请开帮们颁奖，恭喜永孝！永孝恭喜！一样的。
走来呢，真的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辛苦，包括他从很远的地方来，包括来的时候要带着3位小孩，我觉得他还是不畏艰难，然后也没有打退堂鼓，试着要来把自己的厨艺展现给大家。永孝有什么话想要说？其实有机会来参加新厨师战的话，就是能够刚好是我们2位知名的评审，然后还有刚好今年没事嘛？啊，可以滴2滴眼泪没事，可以滴的。男儿泪不轻。没有。然后就是你看我们这还有金钟的，还有我们其他的艺人，其实都蛮认真的，然后也在你们身上看到蛮多东西啊，也是学习到我们不同的领域，然后还有一些厨师啊，大家菜系也有相同也有不同，但是每个人经营的店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去学习的。然后在这里真的是回想起从刚参赛到今天，也是蛮多次就觉得哇，真的是太累了，是不是应该真的是要对，但是也是撑过来了嘛，一路走来到今天刚好是回到了南部，拿到了这个主场，谢谢，恭喜永孝，恭喜宇威。其实呢，本来分数就是有高有低，那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你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勇者，都是赢家。那也希望借由这个节目呢，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台湾有很多美食，有很多很棒的职人，甚至演艺圈有很多待开发的小白。我们都很真心诚意，希望把美食送到你们的面前。谢谢你们支持新厨之战，我们下次见，拜拜。抱抱一下，抱抱一下，透过这个节目，让更多的观众去了解厨师的价值，或是了解有人愿意为你做菜，去思考你要吃什么，然后你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希望未来还有也可以吸引很多很优秀的人可以投入在这个产业。我会希望在这个产业可以做很久很久很久，对，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对，那就很谢谢大家，对，我的料理小白是经年累月累积下来的耶，说多不会就多不会，跟数学差不多，在3个月内，你靠着咬着牙，我不想要放弃，对，我不想要拖累其他厨师，这样的心情走到现在，很开心，我没有后悔，制作人也好，剪接师也好，工作伙伴，大家给我的 feedback 就是没看过这样的羽西，原来羽西这么好笑，我一直都这么好笑，对，只是没有机会让你们看到，那很开心这一次，封印解除。我很认真在做菜这件事情上，那从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综艺节目，那来参加之后发现，哇，这真是一个很认真的比赛，而且大家都很认真在做料理这件事情，那会蛮开心的，在料理餐饮这一块有人一起，那种感觉就是自己一个人不孤单，就觉得真的蛮好的。我做餐饮很久了，那我做久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是自己看不到的盲点，可能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专业，可是其实客人感受可能你没什么温度，那可能自己觉得自己的评价本来就是一直很好，那所以也开始不去在意其他可能觉得你还可以更好的客人，所以我觉得这些种种这3个月这个比赛，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到满足啊！这不仅是一个走心之旅，也是我个人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旅程，包括可以到决赛的最后一天，然后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一起，对吧？那其实也是会觉得很感谢，因为其实大家可能观众看到的是我们，但其实就是哇，镜头一喷过去，有大概100个工作人员，然后我们昨天到了深夜，就大家都陪着我们，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热血好像不只是我们，就是也是大家一起，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幻的旅程。在美妮被淘汰的那一集的时候，我记得我说的那句话，而且我放在心里放了很久了，就是我要开始真正的认真的，我不会手下留情的，我一定要拿到
冠军，我一定要走到4强。所以 I did it, babe。跌到低谷的时候，就心里一直想，有很多负面的也好啦，反正就是慢慢去克服，然后就改变嘛。改变终究，改变是真的是，有效果的啦，就是突破嘛。我已经被心灵姐玩了好多次了。前面第一阶段也好几次，因为我跟安心雅配的时候，然后就是明明就第一，他都故意把我压到最后，就是想要跟淘汰的人。对，已经被他吓了好多次了，所以这一次，也不算吓到了啦，是真的，公布是真的是第1名，最大的收获嘛，就是100万。